当这个习胖说要加大开放搞活的力度，要增加营商的环境，可能不仅仅是国际社会了，连本国的老百姓能够相信他的可能都很少，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高唱的改革开放，更大力度的开放，要搞活经济。在这种前提之下，其实我们看到的宣传和实际的动作是截然相反的。你每天都能看到一些各地正在出台的政策，它其实都在向着计划经济在回滚。那么非常熟悉的这些动作，让人们轻而易举的可以联想起文革之前的做法。现在是一个大跃进和文革的混合体，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和做的完全是相反的。如果说你要搞更加自由的经济，那么首先你要跟国际社会搞好关系，因为中国所谓的经济腾飞是建立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加入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大循环中去，你才有了经济腾飞的基础。说到底一句话，你是在借着人家的规则，在游戏规则中产生效益，不是说光靠你自己想一套做一套，甚至制定一套规则，你在这个世界上就能混下去，就能挣钱的。很多人在期望计划经济根本就做不到，在国内根本就回不去。我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其实他已经开始计划经济了。从习胖上台提出来做大做优做强国企开始，从他给民营经济派党代表派会计开始，你就应该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人想逆潮流而动，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一个国家，他真的在这样干，而且他其实已经在干了。你不要轻易的认为中国没有可能进入计划经济。其实在跟国际社会谈不拢的状态下，他们回到计划经济是唯一的选择，这是为了保住党的统治地位，否则的话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让中国经济更加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因为经济获得成功，那么这些经济利益既得利益阶层，他必然要在政治上寻找他们的代言人，那也就意味着中共的一党独大的政策会得到调整，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唯一接受不了的。所以在保党还是保住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能不能更加流畅的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在这个选项中，中共一向是选择党派的利益，他从来就不会顾及到中国经济是不是还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而且回到计划经济的状态，尤其是在一开始的阶段，对中共的集权其实是有利的。譬如现在的外贸，我们知道下岗潮其实席卷了全国。那么90年代下岗潮的高峰，连两广、长三角、珠三角其实都受到了波及，因为及时的加入了世贸，沿海地区凭借原先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加上一些科技人才，
那么头脑比较灵活、学习能力、动手能力都比较快的这些南方沿海地区的人们，他们撑起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的增长，所有的增速都来源于轻工业、组装加工业。原先东北的重工业基地给人们感觉到的就是一派老态龙钟的这种场景。那么2次盘活东北、重振东北经济的方案，最后都没有得到体现。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东北在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过程中，在国营经济占主要成分的这个时间段内，其实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他们认为在全国他们是非常领先的，在重工业上他们是中国唯一的基地。即便他们与40年代巅峰时期相差已经10万8千里了，但是凭借苏联的支援，他们认为没有东北，没有3线，光是沿海的这些轻工业根本撑不起中国的工业基量。那么最终我们看到了重工业的基础并没有得到体现。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拿得出来的重工业，包括军工，都是很有限的。因为原先中国在材料科学上就没有做到突破，甚至连仿造都没有完全达成。那么重工业的基础其实就是材料科学，光是工艺，光是制造技术，如果没有材料科学的突破，不能够与之相配套，那么中国迟早还是走不出组装加工业，完全模仿山寨的这么一个路径，是吧？一步一趋的跟着别人后面走，走到你认为没有办法去赶超了，因为它前面的模板已经黄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组装了。组装到今天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所谓的这些小聪明，没有基础科学的配套，没有在基础科学上巨大的投入，无论是人力、精力还是财力，是吧？没有这些投入的话，其实你是不会有突破的。光靠偷来的、买来的、山寨来的这些东西，其实你有自己的局限性，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光是抄来的，没有自己掌握的东西，你是没有可能在它的基础上去进行变化，去进行再创新的，或者讲叫2次创新。我们今天看到的能够拿得出来的2次创新，都是虚拟经济的产物，是吧？能够学到的，比较轻易学到的，除了庞氏骗局以外，也就是现代科技中最为人称颂的，类似于像高铁啊、支付宝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特别值得骄傲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是不太愿意用最新科技的。我们看到有很多明明白白在人工智能上相对比较领先的国家都已经禁止了面部识别在执法系统中的运用。只有在我们认为是，或者说大众认知是独裁国家才会不顾民众的抗议，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到监控、管理，甚至直接使用到抓人这个项目上来。中国能不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和进入了以后在初期能不能获得效益，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争议。我们就拿一个行业做例子就可以了，是吧？外贸。
我们知道外贸现在大多数省份都有自营进出口权，自营进出口权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开放搞活，让企业主动的寻找市场。它带来的好处是能够多方向的、比较灵活的，甚至主动的用一些非常规手段，在不丧失国家体面的情况下拿到更多的订单啊！无论你是用美人计还是行贿，对吧？你拼价格、以本伤人都可以，国家可以给你补贴。出口创汇嘛，是吧？因为政府它要的是硬通货，所以你做一些小动作，其实作为主管当局来说，它是无所谓的。那么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得来的这些外汇，不都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不是每一个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公司都把总部设在内地的。当回归到计划经济的状态下的时候，各个省就恢复了由省、经委、纪委来主管进出口。那么每一个企业，你只有交接订单的能力，而没有结汇的能力。所有的这些需要从中国发出的这些商品，都必须有对应的硬通货进入了，这些产品才会被从中国发出到全世界。这就面临了一点，你企业的财务自由基本上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来说，它有更多的外汇可以动用。对一个中央威权来说，拥有庞大的外汇，拥有源源不断可以获得的新的外汇收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我们看到的中央政府在没收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甚至一些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的护照一样，他连阴私护照都要收缴。有一些即便没有收缴，但是他已经明确的发出通知了，当你需要出境的时候，你必须要向本单位报备，说明原因。那么你说你要出去过万圣节，出去过圣诞节，那么你的主管单位就不一定会同意你的旅游申请。原因很简单，现在中央提倡一个口号叫不过洋节。那么是不是中共的目的是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圈禁在中国境内呢？其实你想想也不是这样。对两种人他还是可以放的，一种人是真没钱的，你哪怕是爬山偷渡出国，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他对你的管理可以是非常松散的，因为你不会带走钱财。那第二类就是体制内的官员的亲属，他们总有各式各样的办法能够让自己自由的进出国门，而作为普通的中国民众就不行了，因为你出去你花的是外汇。国际社会中它有一个国际清算银行，每天它在固定的时间是要由各国央行展开结汇的。出去的中国人多了，尤其是有一定身家的人，那你在国外花的每一分钱，中央政府都要用外汇来帮你结算。你在国内挣的是人民币，你出去花的是外汇，对他来说，他没有可以浪费的外汇了。所以今后的中国能够踏出国门的人，应该来说会越来越少。所以针对中国会不会走入计划经济，会不会像习胖说的更加开放搞活经济，基本上都是
不用再去考虑的事情。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儿，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全面左转了。无论你承不承认，这都是一个现实。可以说，人们总是希望在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尽可能融入现代化，让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70年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点点希望。整个中国，它出现所有给我们值得期盼的明天，最后都变成一个一个的泡影。70年来，唯一不变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进行过自我检讨，最多党内检讨，是吧？做得不够好，但是他没有向全民做出过道歉，做出过整改。他一直说他有自我进化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看见他出台一条一条遏制人们自由，甚至不让你说话的这些政策以外，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期待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下，不要再奢望中共他有一天能够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让中国走向民主化，让中国融入现代国家，融入一个现代社会体系。我觉得真的不用抱这种奢望，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这是句老话，其实今天的中国，放在今天的中国，它也是一条真理。好了，谢谢大家，再见。